今天天气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红。哎呀，小红，你还记得吗？上个星期我的朋友大卫去上海，想问别人今天天气怎么样，结果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太尴尬了吧，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有这个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用5个超级真实的情景，教你从零到哇，好会说。我们一起来听听2位朋友小丽和浩明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应对4种不同天气的吧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哎呀，这个雨又下起来了，真的是没完没了。是啊，从早上就开始滴滴答答，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感觉夏天完全被雨偷走了。我原本计划今天去海边晒太阳的，你说这雨什么时候能停？天气预报说还会下倾盆大雨呢，你看，外面都开始积水了，这真叫人心烦意乱啊。哎，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吧，不如我们叫份外卖，边听雨声边聊天。好主意，希望这连绵不绝的雨能给我们带来一点凉快，而不是一堆湿气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只用一小段对话，我们就学到了一整桌的关于雨的词汇和成语。没错，我最喜欢小丽说的那句话，真的是没完没了。意思是真是没个尽头啊。当你想抱怨某件事情一直不停、没完没了的时候，这个短语非常实用。这场雨真是没完没了。还有浩明，他抱怨说夏天被雨偷走了。这个比喻太形象了，没法出去玩，也晒不了太阳了。晒太阳就是晒日光浴。大家还记得浩明用的拟声词吗？他用了滴滴答答形容雨滴轻轻落下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可爱，但如果一直下个不停，也挺烦人的。对，当雨变得更大时，浩明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成语“倾盆大雨”。想象一下，倾盆就是把整盆水倒下来，所以倾盆大雨意思就是下得特别大。中文里说下得像倒盆一样的大雨，非常形象。相反的，那种绵绵不断的小雨就叫做连绵不绝。倾盆大雨是雨大，连绵不绝是雨久，一对完美的反义搭配。还有下雨带来的情绪呢，比如计划被打乱时，我们就会觉得心烦意乱，心里烦躁，情绪混乱。这个词不仅可以形容天气，也可以用在任何让你不爽的情况。不过我更喜欢小丽最后说的那句成语“既来之则安之”，意思是既然已经来了，那就安心接受吧。面对绵绵阴雨，也要学会乐观面对。这就是我们想传达的中文式生活态度。别让天气控制你的心情。如果下雨了，不妨先用中文抱怨几句，再学会和它和解。比如说，今天太潮湿了，今天好潮湿啊。潮湿，吸着就是湿哒哒、闷热的感觉。对啊，越南的夏天也经常很潮湿，衣服晾不干，地板黏糊糊的，这种感觉最难受了。如果雨太大，导致积水，你可以说，外面都积水了，外面全都是积水。积水就是水堆在地上，排不出去。我记得有一次下班时遇到倾盆大雨，雨下得如注，跟倾盆大雨差不多。
风太大，把我的伞都吹跑了。我只想大喊：我快被淋成落汤鸡了！落汤鸡是个特别搞笑的词，用来形容全身都湿透的人。讲下雨经历的时候，用这个词超地道。总结一下：小雨滴滴答答，大雨倾盆大雨，长雨连绵不绝，情绪心烦意乱，乐观既来之则安之。这场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天气总在变化，雨后一定会有风，而风也会带来新的温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，关于冷风的故事，不过会用一种温暖又美味的方式来讲。为了更好地感受这种变化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小丽和浩明在雨停、冷风吹来的时候的对话吧。请大家注意听他们是怎样使用表示温度和情绪的词语的。哇，今天气温降得真快，早上还20几度，现在感觉一下子就凉快下来了。是啊，北风吹来了，你听，外面呼呼地刮着。不过这种凉爽感觉真舒服。对，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了。这种天气，我忍不住想吃点热腾腾的东西。我懂，你是不是又在想麻辣火锅了？这几天温差大，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别着凉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把我的羽绒服拿出来了。走，今天晚上就去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，把寒意都赶走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只要天气一变，他们的故事和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不再是心烦意乱，而是变成了兴奋，因为有美食的诱惑。太棒了！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里的重点词汇吧。第一个是气温，小丽说气温降得真快。降是一个动词，意思是降低或下降。接着他们谈到了感觉，不像第一部分的冷，这次用了凉快和凉爽。这两个词都表示天气凉而舒服。还有风，浩明提到了北风。风有很多种，南风、东风、西风。在越南，北风常常意味着冷冷的东北季风，风声是呼呼地刮着。别忘了一个很重要的词，温差。浩明提醒小丽，这几天温差大，意思是早晚温度差很多，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，避免着凉。小丽拿出了羽绒服，羽绒是羽毛，服是衣服，这是冬天购物的实用词汇。但这一部分最有意思的是天气与美食的联系。这种天气，我忍不住想吃点热腾腾的东西，真有画面感，忍不住热腾腾。没错，火锅就是冷风天的王者。麻辣火锅可以把寒意都赶走。这真是一种很棒的学习方式，通过文化来记单词。天冷的时候就会想到火锅外羽绒服，天晴就会想到晒太阳。我们来复习一下各种风：微风、大风、台风。还有一个 HSK 4级的表达，多云转晴，多云变成晴天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重要的词汇吧。冷风，气温，降，凉快，凉爽，北风，呼呼的，
闷热。温差，注意保暖。着凉，羽绒服。寒意，微风。台风。说到晴天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第3部分了。准备好去海边旅行了吗？在灿烂的阳光下，吃着凉爽的冰淇淋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形容阳光和海风的词汇吧。哇，今天天气真好，阳光太舒服了。对呀，蓝天白云还有海风，夏天就该这样。你喜欢热的天气吗？还行吧，不过太热的时候，我只想躲在冰淇淋店里。那你肯定会喜欢今天的风，凉凉的。是啊，吹着海风，听着海浪，好舒服啊。你看那边的太阳，快要下山了，好美啊。是啊，晚霞配上海风，完美的一天。刚才那个女孩子说了，今天天气真好，这是一句非常实用的话。对呀，这句话可以在任何时候用，比如出门、见朋友，甚至上班时都可以说。天就是天空的天，气是空气的气，合起来就是天气。原来如此，那天气可以搭配哪些词呢？比如好天气、坏天气、冷天气、热天气。你知道怎么问别人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吗？这个太简单了，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大家一起来练习吧，一起说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回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今天天气很好，或者今天很热。对，热就是 hot， 冷就是 cool。我们来对比一下。今天很热，今天很冷。在海边的时候，还可以说有风，或者风很大。比如今天海边的风很大。说得好，那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吧。我说一种天气，你来用中文描述它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开始吧。太阳很大。我觉得很热。下雨了。我没带伞。太棒了，各位朋友，你们也可以在评论里试试看。现在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一部分的重点词汇吧。天气、阳光、海风、舒服、蓝天白云、下山、晚霞。我们已经从连绵细雨的潮湿，走过冷风中热腾腾火锅的温暖，又来到了阳光明媚的清爽时刻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寒冷刺骨的冬天吧。请大家准备好迎接接下来这段冰冷却有趣的讨论。快看，开始下雪了，雪花像鹅毛一样慢慢的飘下来。哇，真美！地面上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积雪了，气温应该在0度左右，不太冷。对了，天气预报说这场雪会持续多久？明天能不能看到晴朗的雪后景色？我早上查了，说今晚是中雪，明天会转晴。走，我们去买杯热饮，再多享受一会儿雪景吧。大家看到了吗？下雪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，宁静而又美丽。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些词汇吧。首先是最基本的词，下雪，
而飘落下来的东西叫做雪花。没错，小丽还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，像鹅毛一样，来形容那些又大又轻的雪花。搭配的动词是飘，意思是飘动，缓缓落下。比如慢慢的飘，慢慢的飘下来。关于雪的强度，浩明提到了中雪。如果雪更小一点是小雪，如果雪很大就是大雪。这3个等级的表达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哦。而下雪的结果就是地上有了积雪，也许我们可以说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积雪。说到温度，浩明提到气温在0度，0度是结冰的临界点，不同零下。零下在中文里就是在0度以下的意思。对，我们在说温度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零下这个词，零上就是在0度以上。那如果说今天0上20度就是20度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大家发现了吗？只要掌握这些词汇，我们就能轻松听懂天气预报了。小丽还询问了降雪的持续时间和天气趋势，用到了天气预报这个词。他问得非常好，明天会不会转晴？转晴的意思是天气由阴转晴，由雨转晴。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词语，当你想询问或描述天气变化时，都可以使用。例如，明天会不会转晴？下午天气转晴了。最后是雪景，这是冬季旅游爱好者必学的词汇，用它来描述你看到的那些美丽的雪景吧。为了帮助大家更有效地巩固知识，我来为你总结一下本节中与下雪相关的最重要的词汇：下雪、雪花、积雪、雪景、小雪、中雪、大雪、地面、飘，像鹅毛一样，0度、零下、气温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第5部分，在那里，我们将学习一些与气候变化和季节变化有关的高级词汇。没错，有些年份，上海的冬天一点也不像冬天。按照常理，上海的冬天应该是又冷又湿，那种寒气直钻骨头里的感觉。但是今年气候大变样。我有一个住在上海的朋友，他跟我抱怨说，今年上海的冬天简直是假冬天，一点都没有冬天的感觉。假冬天这个说法太有趣了，这表示平均气温明显上升，他不得不把厚外套收起来，换上薄毛衣。不只是上海哦，看看越南吧，按理说春天应该是毛毛细雨，气候凉爽的季节，对吧？可现在春天有时却热得像夏天一样。没错，我们正在谈论的就是气候变化。这个词是 HSK3 负4级必学词汇，变化。这种变化让四季变得模糊了。难怪我最近总是纠结穿什么。我买了一件淡色的春季外套，可只穿了几天，天气又变得烈日炎炎。外套是外套，这就是温室效应万事考虑的结果。虽然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，但谈到环保时非常重要。小明说的对，这不仅影响我们的衣柜，也影响到农业，比如庄稼会受到干旱或突发洪涝灾害的影响。干旱、洪涝，
如今天气的严峻程度越来越高，极端天气。请回想一下第4部分的暴风雪，还有第1部分的倾盆大雨，这就是极端天气的典型例子。这也让天气预报有时变得不准确。气象学家们正在努力应对天气的不可预测性。我们虽然在聊天气时笑了很多，但实际上气候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。没错，我觉得每个人在感受到这些异常时，都应该从一些小事做起，保护环境。回想一下我们学过的词汇吧，与其抱怨热或冷了，不如用这些词汇来讨论更深层的原因。比如全球变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。全球变暖，这是一个非常高分的词汇，能体现你的中文水平。而且随着天气的变化，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化。从天气晴朗时的开心，到下雨时的心烦意乱，再到面对此类气候变化时的担心。试试看吧，用今天学的词汇描述一下你所在地方的天气，预测一下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。比如你可以说，我发现我们这里的夏季越来越长，冬季越来越短。这就是把中文融入生活的方式，不仅用来打招呼，还能用来讨论时事，吸食那些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话题。这也就是我们天气之旅的终点了。我们一起经历了5种天气，从严酷到完美，最后来到气候变化的讨论。希望大家学到了很多有趣又实用的词汇。现在是时候来总结一下我们学过的内容了。小红，该到总结我们这趟气候之旅的时候了。没错，小明，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，无论是绵绵雨、暴风雪，还是寒风呼啸的日子，阳光灿烂的晴天，我们都有中文词汇来描述它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从基本的词汇，比如下雨、刮风，到成语，比如万里无云、倾盆大雨，这些都能让你的中文交流更加流利自然。特别是不要害怕使用表达情感的词汇，比如心烦意乱、暖洋洋的，这些能让你的语言更加生动真实。记住我们的座右铭，先完成后完美。不要害怕犯错，尽管去说去写，甚至用中文去抱怨天气吧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关注气候变化。我们用中文学习交流，也是为了共同保护环境。这次的天气之旅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段旅程，别忘了点赞视频哦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用中文告诉我们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，或者提问你还不太懂的天气现象词汇。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正在学中文的朋友们吧，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。下期视频再见。